什么人敢擅闯民宅？不是郡主让羿在床上伺候的吗？石婉婉，你给我出来！郡主，是陆公子的声音。若是让他发现你和我这般在一起，会和你退婚的。你快走！一段不属于他的记忆冒进脑海。施婉婉平时无法无天，却爱极了他的未婚夫陆行止。陆行止数次嫌弃他粗俗肤浅，欲退他的婚，他死活不同意。施婉婉瞬间就懂了，这是穿越小说里最狗血的捉奸戏码。他就说嘛，一穿越就看到这么多的美男，哪有那么好的事儿？施婉婉，你真是无耻！就算你贵为郡主，也掩盖不了你卑劣的行径。我现在就去退婚！说完，就等着施婉婉和以前一样，像狗一般求他。想退婚是吧？那就去退吧，现在就可以滚回去准备退婚的东西了。他虽然还没有完全弄明白这具身体的身份，但是能被封为郡主，能养一堆的小白脸，就表示原主的身份很高，还有权有钱。他有权有钱，要什么样的男人没有？原主怕是脑子有病，才会吊死在陆行止这棵歪脖子树上。施婉婉，你在这欲拒还迎吗？这是想要改变策略，吸引我的注意吗？我只能说，你这样做只会让我越来越讨厌你。别在这里逼逼了，要退婚赶紧退，别在这里说这些有的没的，浪费姑奶奶的时间。你简直是不可理喻，到时候你就算跪着求我，我也不会娶你。你还没滚吗？你施婉婉，你平时不学无术，胡作非为也就罢了，如今竟还豢养男宠，你如此不检点，是在给皇室蒙羞。你敢如此行事，不过是仗着陛下对你的宠爱，而陛下对你的种种包容和照拂，不过是因为你是长公主的女儿，他早对你失望透顶了。长公主已仙逝多年，你觉得陛下还能宠你多久？施婉婉很烦他，这狗东西一来就骂骂咧咧，真的太讨厌了。过来，把陆公子的衣衫扒了，扯下陆行止一件衣衫，赏银100两，不管有什么后果，我一人承担。施婉婉，你疯了！哎呀，就这么一只白切鸡的身材，哪来的自信觉得我非你不可？我喜欢的是这种身材，等你把身材练到这个样子之后，再来我面前逼逼吧。现在立刻给我滚蛋！施婉婉，你一定会后悔的。他扭头就跑。郡主今日和平时有些不一样了呢。心中无渣男，出手自然神。郡主说的是啊。眼下还请郡主把方才许诺给大家的银子结一下，总共400两银子。一段记忆冒进他的脑海。原主这些年来为了讨陆行止欢心，可以说是散尽家财。虽然长公主留下不少产业，却因为原主经营不善，恶奴欺主，所以如今的她是真正的一穷二白。郡主前些日子为了凑银子帮陆公子打点关系，让他顺利得会员，已经把公主府抵了出去啊。他们今日会来收宅子。收宅子的人来了。姐姐想来还不知道，昨日你当房契的当铺是我开的，眼下这座宅子是我的了。这么好的公主府，姐姐是真不配再住下去。之前长公主都带着施婉婉住在公主府，而施晴妹呢，则跟着她的姨娘和驸马住在一起。他们说是一家人，其实是分开过的。施晴妹嫉妒施婉婉，不是1天2天了。只因为施婉婉是长公主所生，所以她的吃穿用度比施晴妹要好得多。公主府是陛下赐给我娘的，这你都敢要？这事细算起来，还得感谢姐姐总带我进宫。陛下他曾说过，若我是长公主的女儿该有多好。陛下看多了姐姐的蠢，自然就觉得我很不错。所以若陛下知道姐姐为了行贿陆公子的考官，把公主府抵了出去，而我则是因为敬重长公主，不忍皇家蒙羞，费了很大劲才拿回公主府，陛下不但不会罚我，还会夸我，将这座公主府赐给我。真的不好意思了，这座公主府是我的了，你可以滚了。你这么不要脸，那我就让你以后都没脸见人。施婉婉，你做什么？你们都是死的吗？还不快把他给我拉开！
谁敢碰我一下，我就把你的眼睛给发了。反正姑奶奶已经一无所有了，花你一双眼睛当弹珠玩也挺好的。退后！你们都退后！姐姐，我们是亲姐妹，你赶紧放了我，你伤我的事便算了。放了你，然后给你机会羞辱我吗？我真心待你，你却百般算计于我。我怕你因为庶女的身份而抬不起头来，所以处处关照于你。我是你的姐姐，你却从不把我当成是你的姐姐。这一刀是为你的不敬长姐所划。施婉婉在施晴妹脸上划了一个大大的叉。你这样对我，你也拿不回公主府，父亲会责罚你，陛下也会问罪于你。施婉婉翻了翻原主的记忆，笑道：我把公主府抵到当铺的时候签的是明日的期限，现在还没过子时呢。只要我在子时前拿银子去赎回这座宅子，这宅子就还是我的。至于父亲，那狗东西配称之为父亲吗？陛下若是知道你算计我的事，你确定他会问罪于我吗？现在公主府还是我的，现在带着你的人立刻给我滚出去！听到没有？滚出公主府！施婉婉，这座宅子明天就是我的了，到时候我会让你和你的这些狗奴才全部滚蛋！陈嬷嬷是施婉婉的奶嬷嬷，在施婉婉把公主府的管事气走之后，由她管着整座公主府。这是老奴的棺材本儿，今日全部交给郡主。若郡主不能将公主府赎回来，老奴就只能撞死在公主府前。嬷嬷知道我把宅子当了多少钱吗？陈嬷嬷看向她，她伸出5根手指头5000两，5万两，且我还把那5万两银子全部花光了。陈嬷嬷听到这个数字，差点没有晕过去。若不是两人是主仆关系，她现在想拿根棍子抽死施婉婉呢。所以这些银子这少了，嬷嬷还是收好你的棺材本，留着养老。我今日也在这里答应嬷嬷，我不但要拿回公主府，还要振兴公主府。嬷嬷，你要相信我，我以后一定会有大出息的，给你养老，让你每天都吃香的喝辣的。不过嬷嬷，以后还是别哭了，你哭起来脸皱得像菊花一样，真难看。又是想打死施婉婉的一天。我打算用它来换赌资，它值多少银子？好久没见过这么俊俏的小哥了，他长得好看，能值50两银子。小姐，这是不要意了吗？你除了脸长得好看之外，其他的什么用都没有。只要小姐不卖掉意以后都听小姐的。小姐可以将公子先抵在这里换银子，赢了之后当天就能赎回去。成交。小姐慢慢玩。赎公主府的5万两银子目标达成后还有剩余，她就打算收手不玩。我今天运气真好，一会儿我给你买鸡腿吃。小姐赢了钱就想走，这恐怕不行。怎么，这是输不起，想打架吗？当然不是，我只是觉得小姐今日的手气这么好，不继续赌下去就太亏了。我这人一身反骨，别人让我做什么，我偏不听他的。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你想死吗？大人饶命！哼，我今日来赌坊是来体验生活的。他们都说赌坊黑心，我今日可算是开了眼了。沈毅站在施婉婉的身边，他没能看清令牌的样子，他十分好奇，他拿到的到底是什么令牌，能把赌坊无恶不作的管事吓成这样？据他所知，施婉婉这个郡主在京中可以说是声名狼藉，没有人会怕她。这事是个误会，是误会，最好只是个误会。我的人来接我了，我今日心情好，饶了你这一回，若有下次，砍了你的脑袋。他说完，嚣张霸气地走了出去。他赢了8万多两银票，就这样放他走吗？他拿的是冲王府的令牌，我们可不敢得罪冲王。冲王谢玄之是大唐唯一的异姓王，也是所有人不敢招惹的所在。他是大唐赫赫有名的战神。可是外面来的人并不是冲王府的，而是普通的巡城卫。管事这才想起，每天这个时辰，巡城卫换房会从赌坊门前过。现在的骗子可真嚣张！来人，跟老子去抓人，让老子抓住那个小娘皮，非把他的皮剥了不可。郡主，你今天是怎么赢的？你给管事看了什么？快走，他们马上就会追过来，去京兆府。他在进赌坊的时候就在想退路，因为他知道赌博来钱快，但是风险也大。他要赢个几百上千两，
赌方可能不会管，几万两银子是不可能让他平安拿走的。他努力翻原主的记忆，发现这种地方的人最怕的是冲王。沈毅的好奇心在这一刻到达了巅峰，他还想再问。前面来了一辆乌黑的马车，是冲王府的马车。骗了老子一次，还想骗第二次？方才弄块假腰牌，这会儿还弄辆假马车，赢了老子的钱就想走？兄弟们，把那辆马车给老子掀了！黑夜里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黑衣人，将赌方的那些个打手一刀一个，眨眼间全部料理了。本王活这么久，还是第一次见到有人敢假冒冲王府的人，是谁这么胆大包天？他的目光落在施婉婉身上时，一股无形的压力朝他袭了过来。施婉婉飞快地调整情绪，然后哇的一声就哭了起来。王爷怎么才来呀？我方才都要被吓死了。你冒充本王的人和本王又有什么关系？关系大着了。前些日子王爷整治京中的赌坊青楼，还京中百姓太平日子，我闻之对王爷钦佩至极。今日我闲来无事，便想着去赌坊看看王爷清理后的效果，不想一进赌坊，他们就把我当成肥羊仔，哄了我卖了小厮去赌。结果我今日财星高照，赌运亨通，连赢了好几把。我赢了之后不想再赌，不想他们便拦下我们不让走。我怒极了，便说我是王府的人。如此说来，本王还得感谢你维护本王。那倒不用，我爱慕王爷已久，今日能见到王爷便足够了。我们还有事，就先回去了。郡主昨日还追着陆行止说喜欢他，今日就说爱慕本王，郡主可真是花心呐。施婉婉一愣，原来谢玄之从一开始就认出了他，原本不想暴露身份，怕被有心之人拿去大做文章。他如今的身份被揭穿，都不用遮掩了，他还怕个屁呀！本郡主就是花心又怎样？不知道王爷有没有兴趣做本郡主的男宠啊？郡主这是在找死吗？行了，王爷别装了，我知道你心悦我。王爷回京1年，我从未有机会见到王爷，但是王爷却一眼就认出了我，这代表着什么？代表什么？这代表王爷暗恋我，一直暗中观察我的动向，还派人跟踪我。否则今日哪那么巧，我一出来就刚好遇上王爷。他知道今日这种情况，他想要脱身是一件极难的事儿，倒不如倒打一耙。反正他顶着长公主女儿的身份，暗中算计他的人很多，但是敢明着动手杀他的人却不会有。本王之前只知郡主是个不学无术的大蠢货，不想郡主竟还有这样精湛的手艺。郡主要弄明白一件事，是你先招惹本王的。哼，我们走。有点意思。哟，以王爷的性子，怎么着也得把他的手和鼻子给削了吧？他说王爷暗恋他呀，该不会是真的吧？妄议本王，自己去领10军棍。施婉婉走到当铺的时候，被告知他的那张当票被送去京兆府了，就等着时辰一到就过户。老爷们都下职了，有事明天再来。我有急事。来京兆府的每个人都说自己有急事，难不成深更半夜有人来，老爷们还要起来升堂？滚滚滚！再不滚，小心我以寻衅滋事把你们关起来。郡主，别跟他一般计较，要不明日一早再来？明日再来，只怕公主府就变成侍情妹的了。议错了。那我就给你一个表现的机会，做不好你就洗干净去卖屁股吧。不知道郡主让议做什么？会吹唢呐吗？沈毅点了一下头。你展现才华的机会到了。好了，请开始你的表演吧。郡主啊，能换词吗？你是在嫌弃本郡主的词吗？他深吸一口气，闭着眼睛吹了一段《百鸟朝凤》，然后大声道：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曲一响，布一盖，全村老小等上菜。走的走，抬的抬，后面跟着一片白。棺一抬，土一埋，亲朋好友哭起来。前面抬，后面追，蹦迪嗨起来。在这个已经静下来的夜里一吹，简直能吹断人的魂呢。施婉婉觉得沈毅虽然是个大绿茶，但是唢呐吹的是真好。下次有机会可以在京城组个丧葬队，他绝对是灵魂乐手。放肆！竟跑到京兆府门口来撒野！大人，快把他抓起来，然后严刑拷打。他敢在京城这般闹事，
怕是别国派来的奸细。哪条律例说不能在京兆府门口吹唢呐的？不管姑娘有何冤案错案，这般在京兆府衙门闹事儿就过了。我没有冤案，也没有错案，我只是听长辈的吩咐，带他来看看京中各大衙门平时是怎么办差的。我寻思，京兆府衙门是京中为百姓办事的衙门，穿着便服就来了京兆府。哎呀，没想到啊！果然，秦飞鹤看到令牌上面长公主府4个字的时候，面色一变。施婉婉虽然在京中名声很差，但是她却是真正的皇亲国戚。门房乃京兆府与百姓沟通的门户，却如此无状，来人，将门房抓起来下狱，择日审理。郡主辛苦了，里面请。今夜让郡主见笑了，只是郡主这般来京兆府，只怕也不是为了巡查这一件事儿吧？秦少隐是个聪明人，那我也就不藏着掖着了，我要赎回公主府。今日下旨前，文书已经将公主府过户给12小姐。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当票要今天晚上子时后才到期，此时不过亥时末刻，京兆府办事是不是太急了些啊？下旨后不再办差，其实也没差什么。确实不差什么，只是让我见识到了京兆府的渎职和迫不及待。好吧，如此一来，我就只能去大理寺告京兆府，再顺便请皇帝舅舅为我做主了。沈毅，奏乐。郡主不要急，这事儿是我们的疏忽，将文书和册子取过来，之前的过户手续作废。施婉婉，你在做什么？在府里养灵人也就算了，还留灵人在府里过夜，你的行为跟你母亲一样不知检点，下贱至极！你敢打我！嬷嬷，辱骂皇族，该当何罪啊？杖30，然后流放3000里。既然如此，还愣着做什么？把他拉下去，先打30大板。流放3000里的事情，等我进宫向皇帝舅舅请旨之后，再由官府处理。你说什么？你要罚我？你一个晚辈，竟敢对长辈动手，你反了天了你！你敢做出这样的事情来，只有把公主府让出来，我才会原谅你。李氏今日会过来，一则是因为昨日施婉婉划花了施晴妹的脸，二则是为了公主府。原本在他和施晴妹的精心算计下，眼见的要到手了，煮熟的鸭子却飞了。这事儿李氏忍不了。你算个屁的长辈，我需要你原谅？哼，我母亲给你脸，抬了你做驸马的小妾，你就还真把自己当回事儿了。小妾是什么？小妾说到底还是个奴才，一个奴才来教训主子，谁给你的脸？施婉婉，你敢这样对我，就不怕你父亲责罚你吗？他不过是个宠妾灭妻的渣男而已，还不够资格责罚我。你一个奴才敢直呼我的名字，罪加一等，再加5记板子。来人，把他给本郡主拖下去，重打35大板。拖下去打，别打死了，打到下不了床的那种地步就好。这狗东西之前那么欺负原主，一次打死了，也太便宜他了。施婉婉决定用李氏对付原主的方式还回去，打击他的自信心，毁掉他的一切，让他天天活在痛苦之中。嬷嬷，我知道我之前做了很多糊涂事，我以我娘亲起誓，我以后绝不会再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我会保护好公主府，保护好你，给你养老送终。陈嬷嬷是施婉婉的奶嬷嬷，视施婉婉如亲生女儿一般。这些年来，她看着施婉婉在施驸马一家的洗脑下越长越歪。此时陈嬷嬷听到施婉婉的话，热泪盈眶啊！郡主能想明白就好。公主重病时，将郡主托付给老奴，照顾郡主原本就是老奴的分内之事，老奴不需要郡主养老，但是郡主能有这份心思，老奴就极开心了。你敢这样对我，驸马不会放过你的。李姨娘，当我敬你的时候，你才是姨娘，而当我不敬你的时候，你就是奴才。以前我敬着你让着你，不过是为了家庭和睦，我曾天真的以为只要我对你们好，你们就会对我好，这个家就是完整的。但是如今我却知道，我越是对你们好，你们就越是不懂得感恩，还觉得那是我该做的。我乃长公主在这个世上唯一的骨血，是真正的皇亲国戚，身份不知道比你们尊贵多少。我根本就不需要去讨好你们，因为你们所有的一切都是我母亲给的。
从今往后，公主府才是我的家，你们通通都是外人。往后，你们若是再敢来公主府闹事，就休怪我不客气。你这样对我，你以后会后悔的。你辱骂我母亲的事情，不会因为打完板子就算了。你回家好好等着，等圣旨下达，将你流放3000里之外吧。把他从公主府里扔出去，往后没有我的允许，不许放师府里的任何一个人进来。解决完来闹事的李氏一行人，他只觉得神清气爽。只是施婉婉知道，他今日虽然赢了，却赢得还不稳固，他得进宫去见乾元帝，免得驸马府的那群人渣恶人先告状。只是他在宫门口的时候，他被人叫住了。你今日是特意到宫门口堵我的吧？我就知道是这样。今日陛下召见我，想来是听到了我的学识，往后我必定前途无量。你昨日那样做，不过是变相的吸引我的注意，你那样做只会让我对你更加厌恶。你若想得到我的谅解，来堵我是没用的，只有你跪下来求我，再送一幅前朝大师的名画，我才考虑要不要原谅你。施婉婉确定了，他昨天确实是打他打轻了。他琢磨在宫门口揍他合不合适时，他又接着道：不对，你还得去给蓉蓉道歉，给她送上上好的补品。你求得蓉蓉原谅后，我才会考虑要不要原谅你。施婉婉实在是忍不了了，哎呦，这男人太恶心了，这婚得想办法赶紧退了。朕给你半盏茶的时间，说你的废话，说完你就可以滚了。结果他等了好一会儿，施婉婉都没有说话。是无话可说吗？也是，你天天蠢事做尽，来朕这里都是瞎胡闹。婉婉不孝，这些年来做了很多蠢事，给舅舅添了很多麻烦。婉婉今日进宫是来给舅舅磕头的，愿舅舅福寿安康，长命百岁。这一次哪怕乾元帝再头痛，也觉得事情有些不对，倒有些像是在与他诀别。站住，把话说清楚再走。施婉婉却没听他的，依旧麻木地往外走。来人，拦住他！你们让开，让我去死！郡主这是改了昨日碰瓷的形式，改为投怀送抱了。施婉婉一愣，哦吼，他决定忽略他，把后面的戏唱完。于是他哭天喊地：你们放开我，让我去死！谢玄之愣了一下，专业点儿。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你给舅舅说，舅舅给你做主。舅舅，对不起，我错了，我没脸见你，你让我去找我娘吧。乾元帝之前对他多少有点恨铁不成钢，因为他真的是一次又一次的让他失望。如今看到他这副样子，他却又心疼的不行。师府众人对施婉婉做的事情，乾元帝不是毫无所知。他之前还曾侧面的提醒过施婉婉，让他不要对驸马府的那些人太过掏心掏肺。可是他不但不听，还埋怨他管得太宽，连他的家事都要管。乾元帝是一国之君，原本就日理万机，忙得要命，他不识好歹，他也就懒得再管。还能是为什么？当然是因为你蠢。我知道我蠢，舅舅更喜欢二妹。你当朕和你一样蠢吗？放着自己的亲外甥女不喜欢，去喜欢别人的孩子？可是舅舅之前总是说我蠢，却不止一次夸二妹。那是因为你总是认不清楚自己的身份。你是朕的外甥女，生来尊贵，自降身份，和妾室生的庶女去比，那不就是蠢吗？你所有拥有的是他拼尽全力也不可能得到的。婉婉，你到如今还不明白这些吗？有朕在，你不需要去讨好任何人。那舅舅还疼婉婉吗？若朕不疼你，你这些年来做下的蠢事，你觉得你能活到现在？往后不管是谁在你面前出言不逊，你尽管收拾，出什么事舅舅给你兜着。施婉婉乖乖点头，他等的就是他这句话。有他这句话在，他往后揍人就是奉旨揍人，主打一个理直气壮。冲王找朕何事？也没什么事，就是今日在宫门口遇到郡主，发现他被人欺负以后情绪不对，就跟过来看看。谁敢在宫门口欺负婉婉？这事儿还是郡主亲自来说吧，臣终究是外人，有些话不好说。施婉婉用眼角的余光扫了他一眼，这狗男人实在是善变，也让人捉摸不透。只是他方才正在愁怎么把陆行止的事情扯出来，有谢玄之这句话，他便能说了。我在宫门口遇到了陆行止，前几日我和江蓉蓉一起落水，他误会是我把江蓉蓉推下水，他一直让我给江蓉蓉道歉，他就
动手推我了。舅舅，他心里只有江蓉蓉，没有我，我想和他退婚。你忘了你们的婚约是怎么来的吗？他赶紧去翻原主的记忆，然后脸就黑了。他和陆行止的婚约是原主作天作地求来的。乾元帝嫌陆府门风不正，不愿意让施婉婉嫁给陆行止，他便在御书房前跪了1天1夜。乾元帝没办法了，才下旨赐的婚。每个人都得为自己做下的事情负责。当初你要嫁陆行止的时候，朕劝过你好几回，可是你却非要一意孤行。朕如了你的意，下了赐婚圣旨，这桩婚事就无从更改。天子重诺，就算乾元帝再宠施婉婉，也不可能为了他而自毁旨意。施婉婉出宫的路上，他在心里琢磨杀未婚夫的可能性。郡主若是想杀未婚夫的话，可以找本王，本王保证这活儿全京城干得最好，远超同行。暗杀、坑杀、阉杀、毒杀，本王的人都擅长，极其专业。若是郡主要求高一些，可以做成自杀，不过要加钱。没钱。杀人这种事情，他就算是要做，那也是自己去做，找人做那是将把柄放到对方的手里，他没那么蠢。郡主在赌坊里赢了8万多两银子，最近应该不缺钱吧？你查我？就许你打着本王的旗号招摇撞骗，还不许本王查你吗？王爷说的是，只是我最近花销大，手边真没银钱。要不王爷先借我点银子，我来雇王爷杀人。事成之后，我一定会想办法把银子还给王爷的。王爷这样看着我做什么？本王想看看郡主的脸得有多大，才会说出如此不要脸的话。好歹本王今日也帮了你，你就这么对待你的恩人的？要不王爷也去寻个死，我让王爷撞一下。只撞你一次哪够？要撞的话，怎么也得撞你18000次。施婉婉站在那里想了一会儿，才明白他话里的意思，自己被他调戏了，就想问候他祖宗18代。呸，臭男人！嬷嬷，你怎么样了？郡主，快走！婉婉回来了，见到父亲还不快过来见礼？施婉婉没有理他。婉婉，你没听见我的话吗？父亲跑到公主府里打我的人，这是要做什么？放肆！你怎么对我说话的？我是你的父亲，你居然为一个刁奴跟我这样说话！来呀，来呀！往这里打，让舅舅看看我的好父亲是怎么对我的。来人，把这唆使郡主对付自家亲人的刁奴给我杖毙！他的话音一落，不知何时施婉婉已经把刀架在了施梅尘的脖子上。谁敢动陈嬷嬷一下，我就杀了他！施婉婉，你疯了！我是你爹，你居然为了一个奴才对我动手！陈嬷嬷不是奴才，她是我的奶嬷嬷，是我的长辈。今日我伤了父亲，我知道是我违了孝道，我会进宫向皇帝舅舅请罪，但是我也会如实把今日发生的事情告诉皇帝舅舅，请他为我做主。这事儿闹到乾元帝的面前，他也讨不到半点好处。他强行压下心里的怒气，改变策略。婉婉，我不知道这个刁奴在你的面前说了什么，才会让你做出如此出格之事。我和李姨娘还有晴妹才是你的家人呢，不管我做什么都是为你好。施晴妹谋夺我的公主府，也是为了我好。这事儿自然是为你好。自长公主去后，你看看你把公主府弄成什么样子了。说句不好听的，你快把公主府给败光了。晴妹是为了保护公主府最后一点颜面，想让你从公主府出来之后就住回师府。我们原本就是一家人，一家人就该住在一起。婉婉，你以前虽然不算聪明，但是却善良温柔，是爹心中的骄傲。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爹心痛啊！你是爹的女儿，不管爹做什么事情都是为你好，哪怕你如今伤了爹，爹也不会生你的气。你把刀放下，管教下人的事交给爹来处理就好。施婉婉一听到这番话，对他偷换概念这事儿真的是叹为观止。且这人还能屈能伸，硬的不行还能来软的，原主被他拿捏也不算亏。师父嘛，有件事情你要弄明白，师府是师府，公主府是公主府，这公主府哪怕被我败光了，那也与你们无关。方才谁给陈嬷嬷行的刑？是他们，给本郡主杀了！施梅尘他真的觉得施婉婉疯了。陈嬷嬷看到这一幕十分欣慰，她的小郡主真的长大了，如今会保护她，保护公主府了。半盏茶后，施梅尘和师府的众侍卫全部被人扔出了公主府。朕的头级又犯了，爱卿若是没有其他的事情，就退下吧。臣没有管教好女儿，让臣的家事惊扰了陛下，还请陛下降罪。
你确实是教女无方，竟让庶出之女欺负到郡主的头上，谁给你们的胆子？竟敢图谋公主府！臣这段时间不在京城，昨日回府之后才听说了这件事情。青梅告诉臣，他从未打过公主府的主意，而是这些年来他感念长公主的好，不忍看到公主府败在婉婉的手里。他想保护好公主府，便想着用这种法子让婉婉和我们住在一起，也好有个照应。而婉婉的性子也是越来越左，如今连臣都敢动手了，竟有这等事！此等家丑，也不该污了陛下的耳朵。只是陛下是婉婉的亲舅舅，眼下这等情形，还请陛下为臣做主。朕也不能只听你的一面之词。来人，去把郡主请来，朕要问清楚。施婉婉进到御书房后，在看见施梅尘后，瞬间尖叫：“舅舅救我！”钱元帝和施梅尘俩人一下子都没能接住他的戏。你这是怎么了？舅舅救我！娘亲救我！父亲要杀我！他说完，对着御书房无人的角落笑了起来。娘，你来了呀！他这一声听得钱元帝和施梅尘全身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娘，你终于愿意来看婉婉了。娘，你知道吗？自从你走了之后，爹就天天凶我。他不但威胁我，让我把公主府给他，他还动不动的就打我、骂我。父亲总说我克死了母亲，我是个不祥之人。我为什么克死的是母亲，而不是父亲？郡主病得甚重啊！怎么回事？郡主常年郁结于心，身体如今看着问题不大，实则已经有了巨大的隐患。从脉象上来看，她如今已经患上了失魂症，已经是颇为严重了。施婉婉她前世从西医入中医，她把西医和中医都读到了博士。她曾经仔细研究过脉学，知道什么样的病症对应什么样的脉。正常情况下得失魂症的人，要么受了巨大的刺激，要么就是长期压抑。不管郡主是哪一种原因诱发的，往后都不能让他再受刺激了。他再受刺激会怎样？有几种表现方式，一种是自残，另一种是暴起伤人。不管哪一种都十分危险呐。难怪婉婉会对你动手，你哪儿来的脸跑到宫中来找朕告状的？陛下，臣闭嘴！师驸马长期虐待永宁郡主，以至于他染上离魂症，着实罪不可恕。朕念在师驸马这些年来为朝廷立下不少功劳，从轻论处，杖5，罚俸1年。从今往后，没有永宁郡主的允许，不许踏足公主府一步。舅舅，婉婉好害怕呀！婉婉别怕，有舅舅在，朕罚了他，他以后不敢再来公主府了。他不去公主府，以后在其他地方遇到，肯定还会打我的。他是我爹，教训我是天经地义之事，我该怎么办啊？朕送你1块金牌，他若敢再对你动手，你就用金牌抽他，他绝对不敢还手。谢谢舅舅，舅舅最好了。以后有什么事情就跟舅舅说，别憋着。今日天色不早了，就住在宫里吧。陈嬷嬷的伤还没有好，我得回去看着她。这一次的事情在钱元帝的面前这样反转，往后他要做什么才能让钱元帝重新信任他？不许出声！这是施梅尘在他这里吃了闷亏，改成暗杀了不成？放我离开，否则我杀了他。好啊，你动手吧。我真动手了。你这茶太难喝了，在你死之前跟我说一下你茶叶放在哪里。施婉婉的白眼要翻上天了。穷，没银子，喝不起茶叶。要不本王给你一些银子，你叫个侍从去买一些上好的茶叶过来。不许再聊天，再聊我杀了你。他就没见过谁被劫持了还能这样聊天的。哎，你们能不能尊重一下他劫匪的身份呢？我跟他不熟，你看他那么残暴冷血的样子，怎么看都不可能是为了我就放你走的。要不这样，你放了我，我叫来府里的侍卫帮你一起杀了谢玄之。劫匪无语，他见识少啊，别骗他。他手里的人质没有人质的自觉，太冷静了。想要狙杀他的人也没有半点想要救人质的意味。哎呀，我去，这操蛋的劫匪人生啊！他不可能一点都不在乎你。我亲眼看见他为你清除了赌坊里的那些人，为了保护你，他把整个赌坊都端了。真的假的？假的，赌坊本王是端了，但绝不是为了你。还有，
你这几日天天往公主府跑，不就是为了见她一面吗？他天天往公主府里跑，我怎么不知道？哼，她来了，每次都躲在暗处悄悄看你，你当然不会知道。王爷偷看我做什么？你看过天桥的猴戏吗？本王看你的时候和看猴子差不多。这话伤害性和侮辱性都很大。我之前说跟你合作杀了他，只有7分的诚意，现在我有10分的诚意。你放了我，我现在就能去他身上咬下一块肉来。劫匪感觉到了施婉婉的蠢蠢欲动，这件事情的走向怎么那么奇怪？与此同时，劫匪手里的刀下意识就松了些，一柄长剑已经贯穿劫匪的心口。郡主临危不乱，身陷绝境还在想办法自救，本王很是佩服。方才我若是反应慢一点，那你死了吗？你不但没死，还毫发未伤。我是说如果没有如果。若王爷没其他的事，就赶紧离开吧。本王的茶还没有喝完。喝茶？喝个锤子！本王知道陈嬷嬷的伤是你治好的。那又如何？你身中剧毒，你光凭把脉就能把出来？本王的毒你能解吗？不能，我瞎猜的。他中的是西凉皇族配出来的奇毒，那毒会慢慢的侵蚀人的心脉，沁入五脏六腑。罢了，今夜是本王打扰郡主了，本王给郡主赔个不是，些许赔礼，还望郡主不要嫌弃。左右本王快要死了，王府1万家财也花不完，本王表达诚意的法子就只有银子了。施婉婉看了一眼，那竟是一张1万两的银票，她的眼睛瞬间就亮了。公主府花银子的地方实在太多，原主已经把公主府掏得空的不能再空。看在王爷这么有诚意的份上，今夜之事就这么算了。郡主大气，本王很是佩服。谢玄之从公主府出来之后，纪委便过来道：王爷，都处理好了，京中真的有人窝藏西凉人，王爷当初被西凉人算计，军中和京中都有他们的内应，若是找到幕后之人，是不是还有机会找到解药啊？顺着线索继续查，本王就算快死了，也得知道谁想要本王的命。今夜的事你怎么看？啊，王爷在边关打了那么多年的仗，从来没有睡过女人。郡主的身份虽然不低，但是她长得十分貌美，王爷想要睡她也不是不行。谢玄之看了他一眼，什么乱七八糟的玩意儿？纪委知道自己大概是说错话了，但是一时间也不知道哪一句说错了。王爷这段时间天天没事就往公主府跑，想来是对郡主有意思吧？王爷和郡主身份都很高贵，你们若是无媒苟合，确实不太合适。要不王爷把郡主那个绣花枕头未婚夫给弄死，然后王爷把郡主娶回家，光明正大的睡。谢玄之还是第一次知道他的这个侍卫对他的私事规划了这么多。回去领50军棍。能不能少一点？打完50军棍，属下就没办法保护王爷了。那就再加10军棍。从现在开始，你说一句话，加10军棍。施婉婉，你好狠的心啊！你看到我被陛下责罚，不去帮我求情也就算了。哎，去茅房拎桶屎过来。沈毅应了一声，转身离开。施婉婉，你要做什么？沈毅，快点儿！来了。沈毅捏着鼻子，拎着一桶屎，快步走了过来。把这一桶屎全给我浇到陆行止的头上。我只有一个要求啊，那些屎不能溅到府里的其他地方。施婉婉，你疯了！你才知道吗？我的疯病连皇帝舅舅都知道的。我的病情原本不算重，但是你今日过来对我恶语相向，让我再次发疯，所以我施了神智，就用屎来泼你。你如果不介意的话，我可以请你吃屎。你撒谎，你根本就没有疯。你若敢这样对我，我一准退了你的婚。施婉婉懒得跟他放狠话，只扭头看向沈毅。这屎算是郡主泼的吗？不是算，而是就是本郡主泼的。沈毅瞬间就放心了，他对陆行止道：陆公子得罪了。施婉婉，我是你的未婚夫，你敢这样对我，等你嫁回来之后，我一定要你好看。陆行止没走几步，扑通一下就摔倒在地。沈毅也是个坏的，将屎桶扣在了陆行止的头上。陆行止爆发了尖锐的爆鸣声，也是因为这一声，桶里的东西都往他的嘴里灌。做得好。你近来身体感觉如何？应该暂时死不了。能不能说点吉利一点的话？陛下近来似乎头疾犯的有些勤啊。朝中的事都还好，朕头疼的是婉婉。这丫头自长平去后便没人管她，
朕这个做舅舅的也颇为失职。眼下他生了病，受不得刺激，但是若就这样放着下去，他只怕会越长越歪。朕100年之后怕是没法给长平交代。谢玄之想想他这几次见到的施婉婉，就他的心态，只怕没事能刺激得了他。他觉得或许他该给他一个惊喜。陛下想要找人教郡主，臣倒有个提议。臣听闻郡主幼时颇为聪颖，还曾在国子监拿过不错的名次。只是自长公主去了以后，她便从国子监退学。臣便觉得，不如让郡主重回国子监读书。乾元帝听到这话，眼前一亮。他没指望施婉婉能成才，但是他也不能成为一个废物啊。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儿媳妇儿，我在家等了你好久了，你怎么才来呀？啊，夫人，您认错人了。你是不是和玄之吵架了？他若欺负你，你跟娘说，娘帮你揍他。这位便是谢玄之的母妃。老王妃自从老冲王和2个儿子战死之后，她疯了。您真的认错人了，我是永宁郡主。不对啊，我记得玄之的妻子就长你这样的。我真不是。那你成亲了吗？还没有。那你看看我家玄之怎么样？他不但聪明可爱，性子还极好。他和他父王一样，都是痴情的男子，喜欢哪个女子便是一生一世。我还有事，就先走了。我的话还没有说完，你先别急着走啊。玄之他真的挺好的，你们很般配。母妃，你忘了，我还没有娶妻，所以我根本没有妻子。没有吗？可是我明明记得你已经娶妻了呀，和他长得一样好看。母妃，你记错了。我没记错呀，是不是你做错了事？你媳妇儿生你的气，她不要你了，所以你才这么骗我。你这个皮猴，还不快点跟你媳妇儿道歉？你把这么漂亮的媳妇儿气跑了，你往后去哪里找这么好的媳妇儿啊？快道歉！对不起。你给谁道歉呐？媳妇儿，对不起。他往后再欺负你呀，你跟母妃说，母妃帮你揍他。老王妃，你怎么到这里来了？老奴扶您回房休息。好好哄媳妇儿，早点给我生个大孙子。儿媳妇儿啊，我让厨房给你炖燕窝吃啊。施婉婉不想答应，她不答应，老王妃就站在那里不走，眼巴巴地看着她。好。本王的母妃生的是和郡主一样的病，想来郡主能理解她方才的无礼。不过就算如此，本王依旧带她给郡主道个歉。不知郡主今日找本王有什么事？王爷这不是明知故问吗？郡主是因为能重新入学国子监之事来感谢本王的吗？若是的话，郡主不用客气，你进国子监之后好好学习，就是对本王最好的回报了。王爷没问过我的意见，就自作主张帮我定下了进国子监的事，会不会不合适啊？本王之前见郡主强势赎回公主府，暴打亲爹，为未婚夫吃屎，便以为郡主这是要上进了。人要上进，要提升自己，读书是最好的方式。本王今日正式入职国子监，教骑射。郡主成了国子监的学子之后，有可能会成为本王的学生。怎么哪哪都有你啊？郡主或许可以理解成我们有缘。谢谢，这样的缘分我一点都不想要。若这是缘，他觉得80%是孽缘。这事儿可不好说，也许郡主哪天就喜欢这样的缘分。哎呀，你真讨厌！喜欢人家就直接说嘛，这么拐弯抹角的，又是夜探香闺，又是处心积虑的把人家弄在你的身边，你再这样下去，我都要抛弃我的未婚夫嫁给你了。郡主，你的戏过了。王爷不喜欢这一块，那我换一块。谢玄之看到他的表情，心里生出不好的预感。王爷是武学课的夫子，那便算是我的师傅了，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要不你做我爹呗？闭嘴！本王今年才25，生不出你这么大的女儿。姐姐，你怎么到国子监来了？这不是你能来的地方，快回去吧。谁规定我不能来国子监吗？没有谁规定，只是郡主是什么水准自己清楚。蓉蓉，别这么说，她只是学不进去罢了。妹姐姐，快别替她找借口了，说到底不过是因为她蠢，所以才学不进去。施婉婉看向江蓉蓉，哦，这位便是陆行止的心上人。施婉婉没理江蓉蓉。妹妹，你不是跟我说江蓉蓉长得丑，想得美，是个大贱人？你说像江蓉蓉这种人根本就不配做你的朋友，只配给你提鞋，你怎么跟她一起来上学啊？你还说
就算陆行止喜欢的是江蓉蓉又怎么样？我和陆行止的婚约是陛下所赐，无人能撼动，有陛下的赐婚在前。江蓉蓉就算最后嫁进陆府，顶多也只是个贵妻而已。姐姐，你别乱说，我什么时候说过这种话？蓉蓉，你要相信我，我绝对没有说过这种话。施婉婉，你不要以为你身份高贵就能胡说八道了。你通不过入学考，一样成不了国子监的学生。哦，原来你也知道我身份高贵呀！你提醒我了，我是郡主，我的舅舅还是皇帝。我跟你说这么多的废话做什么？他扭头对沈毅道：“撕烂他的嘴。”沈毅应一声，觉得老妖怪动了怒，他下手就得狠。于是他3、5两下就把江蓉蓉扇成了猪头。永宁郡主，请到这边来参加入学考。七九大人，郡主在国子监外打国子监的学子，您不管吗？其一，郡主现在还不是国子监的学子，我管不了她。其二，你们身为国子监的学子，却不顾礼法，口出恶言，有失我国子监的学子的风仪，就该打。其三，她是当朝郡主，她身份远高于你们，在国子监外有处置你们的权利。郡主，这边请。进国子监真有入学考？哈，真有。如果你考不过的话，就算是陛下有令，你也进不了国子监。如果你通不过入学考的话，就是在打陛下的脸。郡主，你可千万不要让陛下失望哦。考试的时间限定为1个时辰，施婉婉就略想了一下，拿出他当年写博士论文的态度，一通旁征博引，随意发挥。施婉婉卡着时间写完最后一个字。这题都是郡主自己答的？齐祭酒，这是怀疑我作弊？哎呀，当然不是，我只是有些意外，郡主和传闻中的不太一样啊。他在看到施婉婉做的那张试卷时，他只觉得眼前一黑，因为他的题做的实在是太好，比举人班里的绝大多数学子都要好。齐祭酒指的是传闻吧？他传任他传，清风拂山岗。我就是我，不因流言而畏惧，不因流言而自弃，不因流言而自疑。我进国子监只为自己证明我是长公主的女儿，是她的骄傲。我会记住郡主的这番话的，希望郡主不会让我失望。施婉婉随意在国子监转了一圈便回去了，一抹寒芒朝施婉婉袭来。郡主，你没事吧？我没事，多谢王爷出手相助，救命之恩日后必报。郡主是国子监的学生，本王是郡主的夫子，便算是郡主的师傅。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做爹的救自己女儿，本就是应当的。施婉婉憋屈啊，出来混是要还的。他想抽自己一嘴巴。他今日被人刺杀，这事儿没完，他还要查清楚这些黑衣人是谁派来的。施婉婉准备离开的时候，谢玄之他毫无预兆地吐出一大口血。王爷，你怎么了？摁住他的膻中穴，再顺着这个穴位往上，来到鱼腹，再由缺盆入云门。他见沈毅呆愣愣地蹲在那，干活儿。我这不知道这些穴位在哪里啊？跟着我的动作来做。沈毅跟着他的动作，按谢玄之身体的另一侧，这一套走完，他的额前已经冒出了细密的汗珠。施婉婉再替谢玄之把了一下脉，他的脉象缓和了不少，毒发的情况似乎瞬间就缓解了。施婉婉，你在做什么？陆兄，你的未婚妻这是在给你戴绿帽子呀，你赶紧管管呢。她做这种事儿，丢的是你的脸呐。那人还想再说什么，施婉婉扭头对沈毅道：冲撞皇族是什么罪？杖30，流放3000里。那你还在等什么？沈毅立即动手，一巴掌就将方才那个出言不逊的人打飞。你居然这样对我，我要退婚！我若和你退了婚，你这辈子都别想嫁出去。你别光说不练呐，赶紧去退呀！我觉得你有空为我的事情操心，还不如先操心你自己呢。我曾说过，见你一次揍你一次，这话绝不是说说而已。他原本打算今日接了江蓉蓉之后，就去公主府好好哄一哄施婉婉。上次他被施婉婉喂屎之后，但是那只是因为他发病了，他再不成器，那也是长公主的女儿。
乾元帝唯一的亲外甥女儿施婉婉，若是重新得宠，在乾元帝的面前说些好话，对她的前程大有助益。自从我们有了婚约之后，我一共送了10幅前朝的字画，各种玉石珠宝100余件。除此之外，还有纹银78593两。在你退婚之前，你之前从我这里拿走的东西也该还我了。在他这里是没有白送东西给渣男这个说法的，原主怎么送出去的，他就怎么讨回来。什么？你居然找我要你送给我的东西？你若执意如此，往后就算你跪在我面前，我也不会再原谅你。还在做梦呢？本郡主帮你清醒清醒。本郡主之前怀疑他们和那些黑衣人是一伙的，否则不会出现的那么巧。本王也有这个怀疑。今日当值的恰好又是少尹秦飞鹤，他一看见施婉婉就想起那天夜里的百鸟朝皇，脑瓜子都嗡嗡响。被他打得头破血流的陆行止，他该不会打了人还要诬陷他吧？他最初其实没有关注施婉婉靠着的男人是谁，他纯粹是气疯了。此时他发现那个男人是谢玄之之后，陆行止的脑子都是乱的。大人，施婉婉品德败坏，我确实对他有些不满，但是这一次他遇刺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还请大人明察呀。郡主遇刺之事，你确实有动机，且你出现的时间也太过巧合。眼下这件事情还没有查明，还请陆公子留在京兆府中配合调查。秦大人，我真不是凶手啊，是施婉婉她移情别恋，想要置我于死地啊。陆行止的目光落在谢玄之的身上，他虽然没说话，但是意思很明显。你该不会因为今日王爷救了我，就以为我喜欢王爷吧？我过去的时候头贴在他的胸前，极致亲密。他喜欢谢玄之？真是天大的笑话。他觉得陆行止眼睛有毛病，下次给他毒瞎了。不管京兆府最终查出你是不是凶手，你今日污蔑本王和郡主的关系都其心可诛。待本王遇到陆学士，倒要好好问一问他是如何教子的。本王静候秦大人的消息。下官必定尽快找到真凶。需要本王送郡主回府吗？今日我那未婚夫都怀疑我和王爷有染了，为了避嫌，我只能拒绝王爷的好意了。那郡主有兴趣坐实你未婚夫的猜测吗？王爷，这个玩笑一点都不好笑。本王的身体如何，别人不知道，郡主却很清楚。最多1年的时间，本王必死。冲王府中如今只有本王一个男丁，本王的姐姐与本王不睦，远嫁江南，已经断了往来。本王若死了，府中便只余母妃一人。母妃的状况，上次郡主也见到了。本王若不在了，府里那些下人不知道会如何欺负她。这是王爷的事，与我何干系？确实和郡主没什么关系，只是郡主和陆行止退完婚后，京中应该没有人敢再娶郡主了。而本王观郡主行事，似乎也没有想过要再嫁人。王爷到底想说什么？本王活不久，郡主又没有嫁人的打算，本王觉得我们挺配的。冲王府别的东西不多，就是银子多。只要郡主嫁给本王，待本王死后，为本王侍奉本王的母妃，就全是郡主的。郡主不必急着给本王答复，事关重大，郡主需要时间考虑也属正常。本王在这里承诺郡主，只要郡主答应嫁给本王，本王有办法替你和陆行止退婚。我能问王爷一个问题吗？王爷为什么选我？是因为发现我通晓医术，能解你的毒吗？若是因为这件事的话，王爷大可以直说，只要银子给够，这笔买卖我可以接。但王爷若是想用骗婚的方式骗着我嫁给你，再对我打感情牌，让我来为你医治，那就免谈。话说到这里，本王也不妨跟郡主交个底。郡主聪慧，医术高明，也许有办法能为本王解毒。但是就算你解得了本王的毒，却逆转不了本王受损的脏器，所以就算毒解了，本王顶多也就只能多活1年半载，这对本王没有什么意义。本王只是觉得近来与郡主相处下来，与郡主也算投缘。以郡主敢爱敢恨的性子，若真嫁给了本王，断不会因为本王死了就虐待本王的母妃。对本王来讲，母妃是本王在这世上唯一的牵挂了。我承认王爷的提议我很心动，但是我拒绝。我若要嫁人，只嫁我喜欢的人，我不会为了金钱、权势或者其他的东西而出卖自己的婚姻和感情。遇到陆行止，我已经倒了18辈子的大霉了，但是我可以和王爷做笔交易，只要钱给够，我可以设法为王爷解毒，也可以为老王妃治病。眼下就看王爷信不信得过我了，愿不愿意请我这个大夫啦？他说完扭头便走。王爷帮了郡主好几回，今日还救了他的命。王爷若没有中毒，心中想嫁王爷的贵女不知道反几，哪里轮得到他？他没答应，便表示他不是目光短浅、唯利是图的人，品性不错。他没给长公主丢脸。
王爷，你总是夜里进我的房间，是一件很没有礼貌的事情，你知道吗？谢玄之又坐在他的房间里喝茶。今日郡主那番话，本王回去之后想了想，觉得挺有道理的。所以今夜本王是来展现合作诚意的。什么诚意？王爷要怎么展现啊？按死陆行止，帮郡主彻底解决和他的婚约。怎么按死他？郡主在京兆府推断陆行止是刺客的幕后主使之后，便有线索指向他。眼线的线索，本王暂时压着，没让京兆府的人发现。只要郡主一句话，京兆府的人马上就能得到线索。陆行止买凶杀郡主之事就成了定案，他必死无疑。从今往后，郡主就又是自由之身，想嫁谁就能嫁谁，这是本王的诚意。王爷的意思是有人要把这件事栽赃到陆行止身上？本王找到了真正的幕后凶手。所以这事儿如果是王爷拿来展现诚意的，我觉得诚意不够。那郡主觉得本王要怎样做才算是有诚意？那当然是得把真正的幕后之人一刀砍了才有诚意啊。郡主确定？王爷为什么这么问？是那个幕后之人王爷杀不了吗？那倒不是，本人与那人之前没什么特别的恩怨，但是那人却是郡主的父亲。幕后之人是施梅尘。哎呀，原本想捂着这个消息从郡主这里多要些好处，不想却说漏了嘴。施婉婉给了他一记白眼，就他这样的老狐狸就没有说漏嘴这种事儿。王爷还想告诉我，我的处境十分危险，施梅尘是我的生父，也是朝中重臣，还老谋深算。当他想要杀我的时候，如果他愿意，可以一点马脚都不露。我抓不住他动手的证据，就算想要找皇帝舅舅告状都不行。所以皇帝舅舅也护不住我。在这京城里，只有与我的小命连在一起的你，才能护得住我。郡主聪慧，倒省了本王不少唇舌。京中远比郡主想象的凶险，本王是将死之人，又有求于郡主，会最大程度保护郡主的安全。所以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本王都是郡主最佳合作伙伴。若郡主能为本王把毒解了，本王最多能活3年。3年时间，以郡主的能力，应该可以成长起来。本王功成身死，对郡主全程没有任何威胁。王爷这么执着的想要活着，是有什么不得不做的事情吗？世人只知本王的兄父战死在沙场上，却不知他们和本王一样中了同样的毒。朝中有人想灭冲王府满门，不允许冲王府有任何人活着。本王想知道那人是谁，为何要这么做？查清楚后，就顺便屠了他满门。王爷的诚意我看了，我们现在来谈谈报酬。从理论上讲，我们现在是同盟，但是亲兄弟都要明算账，谈好价钱才能干活。郡主该不会想要整座冲王府吧？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你死了，我继承你的遗产，那不是理所当然的事吗？王爷先把遗嘱立好，注明你死后将所有的财产全部赠予我。如此一来，我看在钱的份上，不但会尽心尽力的为王爷医治，还会好好的奉养老王妃。本王还是第一次见有人把趁火打劫这事说得如此清奇。人死后就什么都没啦，在这世上，很多人有钱都买不来自己的命呢。细算起来，是王爷赚了。他还没死，就已经有人想着继承他的家产。哼，重点是这人还在跟他商议，他还不反感。郡主这是把算盘珠子按在本王脸上打了。王爷，你一生未娶，没有子嗣，却突然多了一个这么大的女儿。这个女儿呢，不需要你养，就能给你治病，还能给你母亲养老送终。细算起来，你赚大了呀！还真是蹬鼻子上脸呢。成交。这么快就答应了？王爷，你要不要再想想？听你这么一说，本王也觉得确实该好好想想。别的不说，怎么也得给自己再争取一些权益啊。王爷这是在做什么？再过来我叫人了。郡主想叫就叫吧，本王其实不介意别人看到我们这个样子，因为我们这样被人看到顶多会被人说有奸情，本王大不了娶你便是。本王觉得郡主做本王的女儿有点亏，做本王的女人会更合适。他后面的话全咽了下去，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了，因为施婉婉伸手勾上了他的脖子，咬上了他的唇。在那一瞬间，他冷静聪慧的脑子在这一刻成了浆糊，从未有过的温软触感在他的唇边泛开，直击他的心脏。面对千军万马都不会生出一分退意的谢玄之，莫名想要后退。郡主曾这样对陆行止过吗？若郡主曾对他做过这种事的话，本王会剁了他。谢玄之从施婉婉那里出来后，回想起方才的触感，心脏又疯狂地跳了起来。不就是被施婉婉咬一口吗？这种感觉对他而言
十分陌生，让他有些慌。耶，王爷，你的唇怎么了？被母蚊子咬了。嗨呀，王爷真厉害，被蚊子咬一口都能知道公母啊！这话，哼，也就他这个二傻子会信。王爷，昨夜是去找郡主了？滚！只是郡主和陆行止，这终究还是有婚约在身啊。女子的名声很重要啊，王爷稍微注意一点啊。不是你想的那样，别乱猜。不是我想的那样，那是哪样啊？王爷仔细说说呗，这省得我乱猜啊。一大早的发什么病？去做事。哪位是永宁郡主施婉婉呢？有人举报永宁郡主涉嫌给考官行贿，科举舞弊。科举舞弊那是超级大案，牵扯极大。你们方才说什么？我给人行贿了？这事儿不对吧？我又没参加科考，我为谁行贿？郡主自己做的事情自己清楚，还请郡主立即跟我们去刑部，不要让我们动粗。哟，这么横呢？姐姐，官差们只是奉命行事，你别让他们为难。你这么善解人意，你跟他们走啊！他们说不出我犯的事，手里连公文都没有，还不懂得基本的尊卑。我现在怀疑他们只是穿着官差的衣衫，根本就不是什么官差，而是来刺杀我的凶手。我们确实是刑部的官差，郡主若是不信，可以跟我们去刑部查证。你们穿了件刑部官差的衣衫，就说自己是官差？要是给你们一件龙袍，你是不是还得说是我舅舅啊？昨日本郡主才被人刺杀，本郡主现在也怀疑他们就是刺客。沈毅，把他们给本郡主拿下！沈毅应了一声，他抬脚就把离他最近的一个官差一脚踹飞出去。哎呦，今日的事情真是一场误会啊！刑部接到科举舞弊的案子，就立即开始调查了。因为呀，这事儿和郡主有关，便想着请郡主去刑部协助调查。哎呀，没想到造成了这么大的误会。下官先给郡主赔个不是，还请郡主移步刑部配合调查呀。刑部做事，京兆府原不该过问，但是这个流程确实有问题。郡主遇刺之案，眼下还没有找到幕后黑手，郡主还处在危险之中。黄主事若是有事要问郡主，在京兆府里问便是了。这样会不会不妥呀？科举舞弊案是大案，却是发生在京兆府的案子，按流程应该由京兆府先来办，办理不了后才会转刑部。眼下刑部直接越过京兆府调查这桩案子，多少有些不合规矩啊。哎呦，那既然如此，那本官就在京兆府里问话，劳烦秦大人安排一间房间了。黄喜十分狡猾，郡主当心呢。他跟施婉婉说了几句话后，便把空间留给黄喜和施婉婉。我问郡主几个问题，郡主如实回答我便好了。今日一早，皇城司的朱莹朱大人他说3月27日会试考完之后，郡主拿着重金找到他，想让他为郡主贿赂主父考官，让郡主的未婚夫陆行止能一举夺魁，荣登榜首。可有此事啊？没有，我没做过。他确实没做过这件事儿，这事儿是原主做的。郡主啊，这事儿不是您否认了就可以的，朱大人那里有证人。有证人，行贿也有证物，那就是人证物证俱在，你们可以直接抓人了。那我就在这儿，黄大人把我抓起来呗。哦，郡主这是承认了？我承认什么了？你胡说八道些什么呢？我什么时候承认了？郡主敢看着下官的眼睛重复这句话吗？这有什么不敢的？施婉婉朝他看去，下一刻他便感觉到他的眼睛有什么东西拉着他往里面坠落。施婉婉他的医学造诣极深，瞬间就明白，这个看起来不是太起眼的黄喜竟是个催眠大师。这是郡主当调公主府贿赂朱莹朱大人的供词，郡主既然承认了，那就在上面签字画押吧。黄喜觉得这事儿没有任何悬念，因为他用这个能力的时候从来就没有失手过。然而下一刻，你个狗娘养的，这是要谋害本郡主，用邪术逼本郡主画押吗？发生什么事了？秦大人，
他方才对我动用邪术，逼我签字，这上面的东西都是他来之前就写好的。黄大人一直套我的话，让我认罪，我没做过的事自然不能忍。于是他就让我看着他的眼睛，我和他对视的时候，只觉得整个人一瞬间就坠入了黑暗之中。他想要栽赃，让我顶罪。黄大人，这里是京兆府，不是刑部，在这里可不兴你在刑部的那一套。黄大人，此事在没有完全查清楚之前，还请在这里委屈一下。行，不要陷害我，我要进宫见舅舅。也好，下官派2个官差送郡主进宫。若郡主不介意的话，本王愿意送郡主进宫。郡主的仇人可真多呀。没办法，我太优秀了，嫉妒我的人太多了。郡主还真是一点都不谦虚。这不是说不谦虚，这只是承认优秀罢了。我若不够优秀，哪来那么多嫉妒我的人？有人不想我冒头，让我一辈子做个废物，一辈子不开心，被欺压致死。我偏不如他们的愿，我就要光芒万丈，我就要强大，我每天都要开开心心的，让他们每天都焦虑恐惧。王爷是不是也觉得我很优秀？你的学识如何本王不知道，但是你怼人和坑人能力，京中估计没人比你强。我就当王爷是在夸我啦。本王相信你知道自己的处境，知道怎么做对自己最好。但是本王还想送你一句话：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若不想被摧毁，就只能扎好根基，做最粗壮的那棵树。多谢指教。不客气，毕竟你是这些年来本王找到唯一可能解得了本王毒的人。有王爷这句话在，本郡主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我以后可以作天作地，反正有王爷兜底？谢玄之被他说的没话了。王爷该不会说你不行吧？这话可不能说啊，毕竟男人哪里能说自己不行呢？行不行这件事，郡主若是有兴趣，有机会本王可以让郡主亲自来试一试。不用了，谢谢。本王再给你另一个忠告，不要对陛下撒谎，至少不能是明眼一眼就能看出的谎。婉婉来的正好，朕今日见到奇迹酒，他夸你，你怎么了？舅舅，有人要把科举舞弊的案子扣在婉婉的头上，今日若非婉婉命大，怕是都见不到舅舅了。婉婉，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你仔细说给舅舅听。施婉婉等的就是他这句话，当即便把他在国子监门口以及京兆府里发生的事情粗略地说了一遍。婉婉，你实话跟舅舅说，你有没有给朱银行贿？之前妹妹一直怂恿我把公主府当掉，拿着那笔银子去贿赂朱银，为陆行止中会员铺路。他若中了会员，我以后才能过上好日子。我当时确实有些动心，也确实把公主府当了5万两银子。婉婉，你糊涂啊！施婉婉，你怎么这么坏，又污蔑媚儿？闭嘴！那后来呢？后来我和江蓉蓉一起落水，陆行止救了江蓉蓉，却没有管我，我差点淹死。那时我便知道，不管我对陆行止怎么掏心掏肺，他都不可能对我好的。于是我没有用银票去贿赂朱银，而是赎回了公主府。当时当铺已经把公主府的当票放在了京兆府，我拿着银票连夜赎回来的。他说的这些话9成是真的，只有最关键的那1成是假的。他知道他当公主府和赎公主府的事情是绝对隐瞒不了的，所以必须说实话。至于他赎公主府的银子是从赌坊里赢来的事儿，就必须撒谎。赌坊的事儿他查过，那天赌坊被谢玄之一锅给端了，这事儿只有他知道。如此一来，当公主府得来的银子和赎公主府的银子便形成了闭环，他不可能再有银子去行贿。公主府都差点被你败光了，你娘若在世会被你气死。你放心吧，你没有做过的事情有朕在，没有人能往你身上泼脏水。我动了贿赂朱银的心思，只有妹妹知道。她之前一直催我去为陆行止谋划，我被她催得狠了，曾骗过她，说我已经把银子给朱银了。以后别这么幼稚了，多长个心眼儿吧。婉婉知道了，婉婉以后都听舅舅的。他这副样子，就算乾元帝想要发火也发不起来。赵仲则想为施晴妹说几句话，只是他还没开口。你今日若敢为施晴妹说一句好话，这太子你就别做了。听说出了科举舞弊案，居然有人敢动我大唐的根基，简直是找死。放心，你不择手段查案，为尽早把案子定下来煞费苦心。这些年来，你用这种手段查了多少起案子，栽赃了多少人？陛下，黄大人行事或许是急了些，但是永宁郡主确实向臣行贿了。那日郡主是和师府的2小姐一起来的，
陛下若不信，可以问诗儿小姐。去请诗儿小姐。诗晴妹就在宫外，乾元帝一宣召，她很快就到了。你如实说来，但你若是有半句假话，朕必重罚于你。陛下，都是臣女的错。若是姐姐当初在当公主府的时候，臣女能阻止她，她也许就不会犯下这样的错。又或者是当初姐姐去行贿的时候，臣女能拦下她，也断不至如此。还请陛下看在姐姐是初犯，原谅这一次。你真当朕眼下耳聋吗？公主府被当这么大的事儿，朕怎么可能会一点都不知晓？朕只是想看看婉婉这个二傻子什么时候才能醒悟。他若是真弄丢了公主府，朕也就当没他这个蠢货外甥女。好在他还没有蠢到家。施婉婉听到乾元帝的话后，好家伙，他居然从一开始就全部都知道。他知道这些事情，却并不阻止，就等着这些人发作，然后把这些有异心的臣子一锅端了。也是直到此时，施婉婉才算是真正明白谢玄之在马车里对他说的那句忠告的真正意义。朱大人，人家都说你公正无私，所以才让你来负责会试阅卷的守卫。我是挖了你家祖坟，还是抢了你的妻子，让你这样污蔑我？至于银票，本郡主若真把当了公主府的银票给了你，又哪来的银子赎回公主府呢？朱大人，我与你无冤无仇，你却这样污蔑我，这是为什么呀？可是有人指使啊，说有人指使的话，你把那人说出来，陛下仁厚，会从宽处罚你的。朱莹的脑子里嗡嗡作响，整件事情是施梅臣授意他做的，他的妻儿还在施梅臣手里，他甚至都没法供出施梅臣。乾元帝却没耐心再听他们说话，把朱莹和施晴妹都带下去，大理寺严查他们的幕后主使。郡主，你没事吧？我能有什么事啊？郡主，陛下让本王来开解郡主，郡主现在可有空，随本王一起去一趟春王府。施婉婉其实不想和他单独待在一起，只是他之前答应过谢玄之要为他解毒，他中毒已久，拖一天毒就会进入的深一些。你先回去，今日之事暂时不要告诉嬷嬷，免得她担心。哦，一会乖乖的，不会给郡主添麻烦。从谢玄之那夜里见到施婉婉起，他身边就一直带着沈毅，不知道为什么谢玄之心里有些不太舒服。郡主似乎对你那个仆从很不错。他不是仆从。那他是什么呀？他是我花大价钱买来的伶人，长得好，身手好，他对我而言是个非常有用的人，算是朋友。郡主是因为沈毅才要和陆行止退婚吗？施婉婉愣了一下，他和陆行止退婚关沈毅什么事儿？沈毅可比陆行止对我好多了，乖巧体贴不说，身材也远胜陆行止。谢玄之的脸瞬间就黑了下来，心里不舒服的感觉更重了。身材，郡主果然很花心。儿媳妇儿，我每天都在想你，你怎么现在才来看我呀？我这几天有点忙。你怎么做人家相公的，居然让他做那么多事儿？儿媳妇儿娶回家是用来疼的，你居然让他忙到没时间来看我，你怎么能这样？我是忙我自己的事，跟他没关系。你别替他说话，男人不能惯着，你对他好，他就会蹬鼻子上脸，以后把你的好当成理所当然，然后变本加厉的欺负你。儿媳妇儿啊，我给你交个底，不管你俩发生什么事儿，我都站在你这边。你离开父母嫁到我们家来，原本就很委屈，不能再让你受气。施婉婉觉得老王妃没疯之前一定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人。我儿媳妇儿长得真好看。儿媳妇儿听着有点别扭，我叫婉婉，您叫我婉婉就好。儿媳妇儿婉婉，我叫邱一农，你以后叫我一农就好。是要喊您，是不是不太合适啊？这有什么不合适的？很多人都拘泥于世俗的目光之中，摆足架子，立足规矩，活得累死了。我不想活那么累，也不想摆婆婆的谱，我只想我的儿媳妇婉婉每天看到我都是开心的。施婉婉还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她不知道没疯的邱一农是个什么样的人。母妃的病能治好吗？这之前我有几个问题要问你，父王和母妃的感情好吗？极好。本王的记忆里，父王极宠母妃，他俩从来没有红过脸。若是两人有什么意见不同时，都是父王妥协。老王妃是何时病的？母妃亲眼看着兄父战死时，当场就晕了过去，再醒来时人就迷糊了。再后来他就把父兄相关的事情全忘了，偶尔的提起，找个理由搪塞过去，他也不会过多追究。
老王妃当时也在战场上。母妃出身将门，武功卓绝，真打起来，父王都不是她的对手。父王出征时，母妃都会跟着。他们成亲之后，几乎就没有分开过。若如此的话，老王妃这病不能治。老王爷战死时，他其实已经跟着去了。他当时晕倒，而后失忆，应该是身体对他的保护。他的病若是治好了，以他对老王爷的感情，可能也活不长了。他见过很多很多的病人，这种如果不把心理上的问题解决了，是用药食治不了的。除非他自己能释然。施婉婉看了他一眼，他想想发生在他身上的事儿，觉得他就是典型的帅强惨。王爷，别想那些不愉快的事情，让自己平静一点，我跟你好好把把脉。施婉婉这一次把脉把得十分仔细，闭上眼仔细感受他脉搏的跳动。谢玄之第一次看如此认真的施婉婉，他平时的样子看起来多少有些不着调，此时却像个真正的医者，美极了。王爷如今内脏受损最严重的是肝脏，大约损毁了近一半，其他内脏影响受损情况不算严重，毒解了之后慢慢将养，问题不是很大。人体所有的脏器，只有肝脏拥有自我修复的能力，只需要对症下药，好好养上几年，肝脏是有希望恢复的。所以恭喜王爷，如果在此时开始解毒，你可能活的时间比你预期的要长的很多。当真？其他事情上我可能会吹吹牛，但是在治病这件事上，我从不吹牛。本王的毒，郡主有几成把握能解？太医说，本王中的是西凉王庭的秘药，重者必死，是没有解药的。郡主要怎么解？要解这种毒呢，需要花费巨大的心力，难度非常的大。解完毒之后，王爷又没那么快死，我短时间内继承不了王府，我们不如先谈谈诊金。太医曾说过，本王中的这种毒能附入身体深处，但凡有一点未拔除，成亲之后都会延续到孩子身上。此事郡主能解吗？王爷问这个问题，可是已经有心仪的女子想要娶回王府啦。男人在传宗接代这件事上果然执念很重，不过呢也能理解，王爷就放心吧，我若来帮王爷解毒，肯定能把王爷体内所有的毒素清除干净，绝对不会影响王爷娶妻生子。若如此，本王愿意以半座王府当做诊金。半座王府折现是多少银子？大约100万两银子吧。施婉婉的眼睛顿时就直了，当初原主把公主府当掉，也才当了5万两，眼下半座充王府就100万两。哎呀妈呀，谢玄之是真有钱呀！这事金额太大，我觉得我们得签个合约，省得以后有误会。可以。合约一式2份，内容板正严肃，所有的东西都说得很清楚，没有半点问题。合约没有问题，会尽快为王爷解毒的。合作愉快。等他赚到谢玄之这笔银子，公主府往后的花用就不用愁了。他开开心心地回了公主府。王爷这样骗小姑娘，会不会不太好啊？这上面虽然没有写婚书2个字，但是用的却是婚书下聘的格式啊。依着我朝律法，除了正妻之外，没有人能平分一个人的家业。王爷，这是借着治病的契机，给郡主写下婚书啊。倾城，他说本王的毒解了以后，还能活好些年。叶倾城做他的副手多年，瞬间就明白了他的意思。王爷是真的想娶郡主啊？他如今与陆星芷还有婚约，但这桩婚约应该很快就可以解除。他并不知今日他签下的是婚书，本王活不了几年，这件事就不会在他面前提及。等本王死后，你便依着合约内容把银子给他。若本王毒真能解掉，损毁的脏器可以再恢复一些，那她就得嫁给本王。哎呀，看来王爷是真的动心了。叶倾城跟在谢玄之身边多年，从未见谢玄之对哪个女子如此上心。